原来早在20年前就有人精准预言了大小 S 的婚姻结局。美女的爱情很少有善终的。罗佩颖活得有多么通透啊，才会说出这样的话。而且她不仅看透了这点，还看透了渣男的本质。丑的也要偷人，帅的也要偷人。你以为他生来就清醒吗？实际上他只是一个在男人堆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被骗光了钱，伤透了心之后才顿悟的。罗佩颖的通透呢，更像是一场昂贵的创伤后成长。她前半生是顶级圣母，后半生呢才修成了绝世恶女。这故事开头充满了扶贫的味道啊。随之前的罗佩颖呢，还叫做罗碧玲，那是标准的恋爱脑晚期患者。她出身富裕家庭，从小被宠到大，却偏偏对吃苦是情有独钟。她的口头禅是很爱男人的，我根本是个大色鬼。如果是古时候的话，我可能讲，如果是男生的话，我一定有3风6月，你是那种心里开心的不得了，色的要死。他谈恋爱呢，主打一个全自动服务，男友是住他的、吃他的、喝他的、开他的车。最离谱的是什么？家里的空调坏了这位大小姐居然自己搬着梯子爬上去修，而她的男友呢，就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指挥她，往左一点，这哪里是谈恋爱，这分明就是倒贴保姆呀。在心理学上呢，这种行为叫做过度补偿，因为潜意识里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无条件的爱，所以呢，拼了命用金钱和劳动力呢去购买对方的留存。所以这就是贤惠其实呢，这是在喂狼，而狼呢是喂不熟的他人生中最大的跟头呢，栽在了一个交往了6年的精英男身上。那这个男人把自己包装的那是完美无缺罗佩颖对他那是死心塌地甚至有命理大师警告我这男的结过婚他都听不进去，反骂大师是神经病。他不仅付出过6年的青春，还拿出过几百万给对方呢去搞所谓的投资。结果呢，钱像石沉大海，人呢也露出了獠牙。当罗佩颖追问投资款去向的时候呢，对方呢不仅不还钱还理直气壮的提出了一个堪称是人类迷惑行为大赏的要求，你再拿100万美金出来我们就结婚。听，这算盘珠子都蹦到罗姐脸上了。那一刻呢，罗佩颖终于醒了，她反问，嫁给你，你能给我什么呢？男人的回答是吃得饱穿得暖。罗佩颖笑了，她是富家千金她自己就是豪门，她缺那口饭吃吗？这就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她明白了，在一段不对等的关系里女人的扶贫呢，换不来感恩，只能换来对方的得寸进尺。如果说呢，渣男只是骗她的钱那么闺蜜的死呢，则是要了她半条命。她最好的闺蜜于峰呢，也是顶级的恋爱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纠缠了10几年，被对方的原配当街羞辱，被男人当成了提款机。最终呢，于峰在绝望中选择了结束生命。于峰死后呢，罗佩颖才发现那个男人呢，不仅挥霍光了于峰的钱还把自己托付给于峰打理的股票投资全部卷跑了。那一夜呢，罗佩颖从身家亿万的女明星变成了穷光蛋。即便呢后来重新把钱赚了回来呢，还是遭到了蔡康永的补刀嘲讽。我自己就是豪门，我干嘛还嫁豪门你的豪门不太稳，就是常常会被亏钱。亲眼目睹了闺蜜为爱丧命自己又被男人骗到了倾家荡产。这2记重锤呢，彻底砸碎了那个天真的罗碧玲。从此呢，世上少了一个贤妻良母，多了一个东区罗姐。40岁以后的罗佩颖呢，就像是开了挂一样，她疯狂的接通告做秀场投资房产，硬是靠自己把失去的钱成倍的赚了回来。有了钱呢，她的爱情观呢也发生了基因突变。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铁律，只恋爱不结婚，而且呢，男友的年龄不能超过25岁。为什么是25岁呢？罗姐的理由简单粗暴，因为25岁的男生呢，大概就是刚出社会有大把的时间来陪我玩他们的身体是最好的，他没有被这个社会染缸浸泡成老油条。他不再寻找依靠，他开始寻找快乐。他和萧亚轩不一样，萧亚轩呢是培养男友他给资源给机会，像个妈一样去操心，而罗佩颖呢是纯粹的消费男友。他找了一个比他小27岁的老外男友，这小伙子刚工作没啥钱每次从国外飞来看他，机票钱呢都得自己攒。小 S 在节目里问你会帮他出机票钱吗？罗佩颖斩钉截铁的回答，不要做这种事情。他太懂了，一旦开了给钱的头呢，这关系的性质就会变。他要的是对方因为爱他而来，而不是因为他的钱而来。他可以请他吃饭，可以带他玩但是绝不直接给钱，更不会为了男人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他掌握了这段关系的绝对主导权。在他的逻辑里，男人不再是甜不再是归宿，而是变成了生活中的调味品。你要让我不开心了，那就立刻换掉，下一个会更乖。但是不得不说这种祛魅后的两性关系反而让他活的呢比谁都潇洒。直到2020年59岁的罗佩颖呢，在家中猝逝。他穿着睡衣，姿态安详，身边呢没有男人，只有满屋子的名牌包和收藏品。很多人说呢他晚景凄凉但我觉得他的一生活够本了。他爱过恨过疯过也赢过，他没有死在男人的算计里，而是死在了自己一手建立的自由自在的王国里。大多数女性在感情里呢容易因为投入太多而舍不得放手，结果呢是越陷越深，最后呢输的是连底裤都不剩，这就是被沉没成本绑架了。而罗佩玲的智慧在于他在40岁那年呢进行了一次彻底的资产清算。他承认
认自己前半生的投资是失败的啊，是不良资产，他没有选择这家投资去挽回，而是直接剥离坏账，及时止损。他把剩下的所有资源呢，都投到了自己这个核心的资产上，投资自己的美貌，投资自己的快乐，投资自己的安全感。他证明了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稳赚不赔的投资呢，就是投资自己。当一个女人啊，不再把男人看作是长期饭票，而是看作1号品的时候呢，当她不再寻求被爱，而是享受掌控时，她就真正的自由了。罗佩影这辈子啊，虽然说没有善终的爱情，但她呢，拥有了最善终的自我。这难道不比嫁一个伪豪门啊，受一辈子气要爽得多吗？